11月29号，在南红海的曼德海峡，美军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伊朗造的 KAS-04 无人机。这已经不是美军第一次击落胡塞武装的袭击了。中东地区周边的武装组织一面呢坚持让以色列停火，另一面继续搞这种小动作，这中间呢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美军又是如何应对的？咱们就事论事儿，从一次次的美军与中东武装的摩擦来看看这场暗流涌动的对抗。从10月7号的袭击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随之而来的是周围中东局势的日趋紧张。以色列北面的黎巴嫩武装迅速展开了行动，美国坚定地站在了盟国的身边，抱着稳定中东局势的态度，迅速向以色列周围海域送去了航母打击群。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宣布，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东部，以威慑任何试图升级或扩大巴以冲突的势力。但明显是力度不够，黎巴嫩武装与以色列的对抗加剧。10月15号，以色列撤离了国境北部的居民，黎巴嫩武装与以色列进入实弹阶段。也在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3世已经指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加入本周早些时候抵达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至此中东地区将会有2艘航母驻扎，这个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核弹之下最强的威慑效果了。然而适得其反，也门胡塞武装不宣而战，准备跨过沙特与约旦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这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美军相应的做出了反应。10月18号，美海军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也抵达了中东地区，并连夜通过苏伊士运河驻扎到了红海。果然不出所料，胡塞武装第2天就开始了进攻。当地时间10月19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军舰在也门附近拦截多枚导弹。随后，半岛电视台、路透社相继报道了这次事件。美国官员最初表示尚不清楚这些导弹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让美国与伊朗直接陷入战争状态。但事实难以掩盖，媒体继续跟踪事件，并详细恢复了事件本身。原来，卡尼号在9小时内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至少4枚巡航导弹和15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开启了嘴硬模式，宣称导弹和无人机最初瞄准的就是在红海航行的卡尼号驱逐舰。可舰艇上的雷达呢不会骗人，导弹和无人机行动轨迹一直沿着沙特海岸平行移动，显然是朝着以色列飞去的。不过大兵在此不得不提一个疑问，也门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地方也有1640公里的距离，而且中间还隔着沙特、约旦。也就是说，胡塞武装想要进攻以色列并且发射了导弹，那么沙特和约旦必须点头。而现在导弹被拦截了，胡塞武装立刻调整了目标，那么中间2国就有些意味难明了。不过咱们还是更多的关注这个胡塞武装，他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对美军动手呢？原来他们呢这也不是第一次对美军动手了。早在2016年10月，胡塞武装也是不宣而战，向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发射了多枚伊朗造的 C802 反舰导弹，并且是连续多日发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甚至开启了电子防御干扰系统，才保住了驱逐舰。有了前车之鉴，美国海军提高了警惕。11月1号，也门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准将叶海亚萨里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对以色列宣战的视频，表示会有惊喜等待着他们。美军呢也做出了相应的硬扛，第2天就在名为数字爪的军演中安排了节目。美国海军 Navcent 第59特遣部队展示了无人平台与传统载人舰船进行有人无人组合配对的能力。翻译一下呢，就是说动动544，动动我试试。果然这套动作呢还是有效果的，胡塞武装消停了几天，或者说其实在安排下一步的行动。11月5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和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该打击群呢由第2航母战斗群指挥，由旗舰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导弹巡洋舰菲律宾海号、导弹驱逐舰梅森号、第22驱逐舰中队的格雷夫利号、第3舰载航空联队及其9个中队和信息站指挥官组成。这一套可谓阵容豪华。
但是没帅过3天，胡塞武装在也门近海击落了美空军的一架 MQ-9 无人机。是不是觉得不就是一架 MQ-9 吗？很了不起吗？大兵再说个事儿，对比一下就明白了。俄乌战争打了快2年了，美军无人侦察机在俄周边搜集情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然而他们就是不敢直接击落美国的无人侦察机。最牛的一次呢，只是撒了些航空燃油，一不小心弄坏了人家的螺旋桨，导致美军无人机坠落。这也是俄最勇的一次了。而且俄国防部多次强调，俄罗斯战机在这次过程中未使用机载武器，未与无人机接触，并且安全返回驻地机场，根本就不敢发射导弹击落美军无人机。兄弟们看看，这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吧。说回中东地区，美军为了稳定局势找回面子，在11月9号和13号，美军针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作为对空袭的回应，迈克尔·埃里克·库里拉将军说，美国将继续捍卫自己及其人员和利益。可是胡塞武装并不买账，仅在2天后就对美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袭击。11月15号，美国海军在穿越红海国际水域时，托马斯·哈德纳号与一架来自也门的无人机发生了冲突。从无人机飞行的轨迹来看，机组人员有理由怀疑这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所以哈德纳号与无人机交战，并且将其击落，以确保美军人员的安全。1星期后，美军继续扫荡针对中东的武装势力进行打击，在伊拉克地区疏散并且精准打击了武装势力的聚集点，包括使用了近距离弹道导弹的袭击。这一震慑手段呢，几乎击溃了当地反抗组织的信心，但是却让好战的胡塞武装更加兴奋了。11月23号上午，他们发动了对哈德纳号驱逐舰的袭击，可惜实力差距巨大，美军击落了多架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但胡塞武装继续进攻。11月28号，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现了一架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称，这架无人机违反了安全预防措施。美军多次警告无人机后，无人机才悻悻离开。第2天，当美国舰艇卡尼号到了红海的曼德海峡附近，胡塞武装又放出了 KAS-04 无人机。这次美军还是多次警告，对方依然毫无反应。但这次呢，被美军击落了，可以说是求人得人。美军这次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相当克制，可以说为了局势稳定做出了让步，但是却让一些势力当成了软弱。兄弟们也能看出来，实力美军是有的。这些暗地下的过招，不得不说就如同下棋时，一方让了对面的车马炮，但对方呢根本无法将军，还要咄咄逼人。大兵还是希望不要扩大战事，早点结束战火才是好事。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